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跟他3个月就闪婚了，我本以为我等了30多年，终于找着适合我的男人，但万万没想到，他结婚以后跟我期待的完全不一样。他特别妈宝，过日子也让我感觉态度很敷衍，没有生活的激情。我又活成了一个强势的大女人，我真的太累了。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潘先生34岁，来自辽宁待业；胡女士35岁，来自辽宁，技术员。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小片里面说等了30多年，认为等来了一个他，是吧？对。啊，闪婚是吧？对，3个月就闪婚了。3个月就闪婚了。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当时的我吧，也是大龄剩女，家里催的也挺着急。什么叫大龄剩女啊？就是30多岁了嘛。啊。然后那会儿我看他挺好的，特别有责任心，感觉相处下来特别能聊得来，人也不错。我就是挺相中他的，我就选择跟他结婚了。如今结婚几年？结婚4年多。有娃没？有一个女宝，3周岁。小片里说这是个妈宝是吧？她就是总听我婆婆的，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就是我整个怀孕期，从来就是没有陪过我检查过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在医院做思维，然后排队，就刚排上舞，他妈就打电话说她身体不舒服，然后就让她回去。我说那你妈身体不舒服，那你就告诉她现在陪我在这这个算妈宝吗？这怎么不算妈宝？我妈有病了，打电话不舒服，那我不第一时间回去吗？不是，你妈不是经常不舒服，不是说经常不舒服，那打电话了，那我肯定着急啊。再说了，你那个生孩子检查那不很正常？哪个女的不都检查吗？那你从来都没陪过我，一次都没陪过，这一次是思维检查。那你好不容易陪我了，那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我自己开着车自己去，每次都是。那这次我当然希望你能陪在我身边啊。那不是家里有事吗？那你妈又不是你一个儿子，还有你哥，他又不是说马上必须得住院那么严重。他不是没给咱哥打电话吗？那你为什么不当时告诉我在这检查呢？没有那么着急吧？啊，不吵。他老，重点不在这儿啊，重要的是说为什么孕期那么长的时间。有很多产检的机会，你都没去陪，因为我的工作啊，是挺辛苦的，就是说特别熬夜，就是半夜1点2点就走了，第2天4、5点能回来。您什么职业？我是那个搞运输的。听明白了，第一怨气是说为什么在我孕期的时候你对我照顾不好，是这意思吧？对，从来没陪过我。这个人家也说了，这个不是妈宝，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跟妈没关系。不能说妈打个电话。那怎么没有关系？平时家里有聚会，我婆婆打一个电话就回去聚会，从来不管我们有没有时间，也不考虑我愿不愿意，然后就各种聚会，过年也是提前老早就把我们叫。这个事儿你觉得你做对吗？这事儿啊？怎么不对？过年第1年回家过年你是怎么做的？你做到了吗？早上起来过年我们应该是做饭做菜吗？我们都在那个忙，你找不着人了。当时你不是说家里没有那个调料吗？让我去买。等吃饭的时候你也没买回来。你让我去买调料，那吃饭时候我回来了，我怎么没回来？那我给你打多少电话你也不回来呀？那我不是说了吗？在家里吗？我不是说在家有事儿吗？我姐回来了。你第1年在家过年应该是在我们家过年，还应该在你们家过年呢？那正常是在你们家过年，但是我们2家离得很近，那我就回家待了一会儿，又能怎么样呢？关键都吃饭了，你都还没回来。我怎么没回来？我回来了。啊，行。都够配合你们家。不是理解不了是吧？对。啊，是在你们小家聚会是吧？对，在我们小家。平时吧，我婆婆经常喜欢聚会，但是这次是过年，
我不是因为说特别烦过年不融入在一起，但是当时的我确实是因为我姐回来，我特别高兴，知道，人家又很近，回去唠上两句。特殊时候的特殊心情，对，其实过了也就过了，啊，还有别的吗？有坐月子。坐月子，我觉得这女人一生都不能忘的一件事啊，月子就是我觉得很伤心。就我坐月子的时候，当时就是我父母家里有状况，就是照顾不了我。然后我婆婆有病，然后我公公一个男人，他身体当时也不好，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办法，我让我比我小10来岁的妹妹。那咱嫂子没照顾你吗？你嫂子是来了，但是嫂子她不可能这1个月天天在这照顾我，人家还有一个宝宝，才比我的孩子大1岁，又不是每次来都给我做饭。再说她要天天在这照顾我，也不好意思呀。就是我坐月子啊，就是从来没有说半夜来帮我照顾孩子，然后平时给我做点小米粥啊，然后下班回来就是特别觉得心疼我，觉得就是需要那种老公对媳妇儿那种爱。从来没有体会到，我就觉得我可能早你比我小，好像什么都是我忍让你，我觉得心里特别委屈，你知道吗？坐月子第1天晚上，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我虽然年龄大，但我生孩子我也没带过呀，我抱回来一直哭。这个孩子可能是因为家里第1天的温度各方面都不适应，整宿哭，抱在身上得来回走才不哭。没办法，我也跟着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的他吧，确实上夜班，没有反应，指着我没有叫他，他就翻来覆去。其实他都根本没睡着，那孩子哭声那么大，他翻来覆去的，就根本就没有起来。你就应该起来抱一抱孩子，从来就是没有。我特别伤心，你知不知道？那晚上我上班，我2点钟就走，很累。那你起来抱一抱啊，说哎呀，小雨，我当时以为你在那儿，或者是咱老妹儿在那块儿了，我就没想那么多。你没想那么多，那你不考虑孩子，你考虑我呀？你就不能因为这点事你天天对我这样式吧？不，我想问一句啊，就月子里他抱过孩子吗？就是后期抱过1次。啊，只抱过1次、就没有抱过，就是他不敢上手，他说孩子太小了不敢。月子里给你做过饭吗？也没做过，因为他加班几乎就睡觉。他到底是几点的班啊？凌晨2点到几点？因为我这个他都不是固定的，每天计划都不一样。有的天天要上是吗？天天要上，1个月多少休息1天2天。听懂了。那你不能就因为这一件事啊？你看你这年对我什么态度啊？跟你说话也不搭理我啊，除了骂。你饭也不做，地也不拖，衣服也不洗，他哪有时间啊？这娃谁在带啊？我们带。你自己带是吧？对，我自己带。那他哪有时间啊？现在我这个不仅仅是带孩子，我要工作。现在是他连工作都辞掉了，就是之前他这个工作还干着，然后后来1年半多吧，我婆婆去世了。从我婆婆去世以后，他几乎就没有工作，就。饭啊？偶尔做，因为我上班这个点儿回来，有的时候他在那个带孩子，
带孩子吧，要是能带好也行，孩子也带不好，还平时老聚会，只要叫他，他就肯定去。那在家没有事那我不跟朋友出去溜溜，那我天天给他带点宅着。那也不能总聚呀，夜不归宿呀。上次你家朋友从上海回来了，吃完饭了，唱歌也没告诉我喝多了，你不去接我，不知道去接我吗？我干嘛给去接你？我弄孩子，我怎么去接你？你不知道拒绝吗？人家回来了，又不是没有明天了。我喝醉了，我在那块睡了。睡了你觉得你差不多了，觉得迷离了，都不行了，坚持不住了，那你就告诉你哥们儿，我那个得先回去了。你从来都没为我考虑过，你为我考虑过吗？你家大老远回来了，那我能说走就走了？他重要还是我重要？他大老远回来了。这个不是重点啊。女生上来其实就把我们带到沟里了，说这是个妈宝，结果人家母亲已经不在了，对吧？谈不上妈宝。就是这1年也将近2年呗。其实说白了，现在就是生活状况最不满意的是，你觉得你老公的定位不准确嘛？不是你要的定位嘛？是这意思吧？不是我想要。我问问为什么还不工作啊？歇歇也差不多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我给他找了，通过朋友给他找个工作，然后他说他不能干太累的活，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联系，是那个保安。我寻思这活轻快呀，也是稳定单位。我这么年轻，我干保安那不，别人怎么看？那你就考虑别人感受，你自己温饱你都解决不了，你老考虑别人感受干嘛呀？怎么打算的呀？想干什么呀？打算找一个稳定一点的，要不就让自己想做点什么。什么是稳定的？就有哪几个行业是稳定的？你举例一下，就是你这1年多你在学嘛和找的，给我们举个例，我们听听。这1年当中确实也没怎么找，实话实讲。就自从他这1年对我的态度啊，发生巨大的转变。跟他没关系，就说咱自己。今天跟我们说说打算。没考虑，我以为他现在干着完，我慢慢找。啊，那说白了，现在您就是吃软饭的嘛。我不这么认为。就那是不是你媳妇儿养着你？对。你付出的劳动是在家带娃，是这意思吧？对。带娃应该是有工资的，是吧？我就这么觉得的。你现在这个1个月挣多少钱啊？4、5千块钱。3口人，就靠您1个人挣钱啊？没有，还有，就是双方老人给点补贴。娘家1个月贴多少？能贴1000块钱吧。然后婆家呢？婆家贴。婆婆不在了，公公贴1000。公公贴1000块钱。这好意思吗？我跟他说的根本就说不通。你看他那态度，就是啊，等着老有合适的，等一等，等什么时候？不是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生活过得可艰巨了，你知道吗？啊。所以我希望他出去找工作的同时，我也干一份工作。我并没有说让他挣多少钱养活我。其实我对他要求可低了，能贴补点就行。对对，贴补点。所以当时你就是对他心动是从哪个层面对他心动的呀？当时就是脑子一根筋，我看他，感觉平时挺执着的，然后对妈妈挺孝顺的，对我吧感觉挺真诚的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男的挺朴实的，然后觉得跟他过日子能踏实，就是。我不要求大富大贵，懂啊，然后我再直接说，看是不是这感受啊？这是一个想娶你的男人。哎，你这1年半在家里待着，有什么感受啊？感受就是，他对我越来越不好了啊，对我越来越差了。对呀，他也不是你妈，他怎么会养你一辈子呢？我觉得你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待懒了，那他就如果一直这么下去，你怎么办？如果他一直这样下去。我不想跟他过了。接着再问吧，如果不跟他过了，闺女儿跟谁嘛？我想是跟我。倒是减轻了很大一部分负担，少养活一个人嘛。危机重重，你别乐，我跟你说，人逼急的时候，那我活不下去了，我还考虑爱不爱的。他就感觉我现在心里还很爱他，只不过是脾气大了点，抱怨多一些。他老是那种态度，你看他的态度。你现在心里不是还是很爱他吗？我现在我不爱了，我为了柴米油盐的，我不行，我接受不了。好，听明白了，所以是想让老师给支招，对吧？对。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结婚才4年半，已经看到头了。可当初为什么恋爱3个月就一头扎进婚姻呢？现在我感受到的是，这个丈夫离您的期许距离实在太远了。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你确实不争气。婚姻它是一份责任，您为人父，为人夫，我们说男人要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在家里，如果一个男人撑不起一片天，一定被老婆和孩子都看不起。妈妈走了当然伤心，但是这是你1年半不去工作的理由吗？是你自己的内心不想去工作。还有您刚才更可笑的是，说我这么个年轻人怎么去当保安呢？你为什么不能做？是你不想有责任，不想有担当吧？我真的听不下去的是，2个30多岁的小夫妻，竟然还要靠双方的老人接济。从这一点看，你并不孝顺。如果说男生不做改变，你们的婚姻一定是分手散场。很简单，你给他3个月，3个月给他去找工作。如果你还再不去工作，我建议你早做打算，早离婚。这个刚才说女生当年是嫁给了爱情，一说这个呢，这眼泪也出来了啊。其实这个男生他没有变过，他始终是当初你喜欢的那个人，变的是什么？变的是环境。因为你喜欢的这个男人，当年能够以一个年少的样子、真诚的样子、一个努力工作的样子站在你面前，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是他的妈妈。妈妈在的时候，他不敢不工作，他不敢就此就什么都不干，这样懒散下去。妈走了，他又退行了，退回那个小婴儿了。我什么都不愿意干，反正没人盯着我，我就老婆养着，对吧？孩子我随便一弄，披头散发送到幼儿园了，一点成人的能量都没了。所以你还别说当初什么他妈一不舒服他就跑回去看他母亲，那还真的是因为妈在，这个男人还站着，妈走这个男人垮了。所以你爱的那个人其实没有变，变的是环境。这个人应对环境的能力非常的差，怎么办呢？得是这个能够让他懒散的环境没了，他才有机会破茧重生，有机会蜕变一下，成长起来。所以你带着孩子回娘家吧，让他知道他一个人过不了。他如果再不撑起自己的生活，没人要他。不是让你们离婚啊，我觉得他身上那些优点，所谓的真诚啊，这些都没有变。你回到娘家自己带着孩子，断了他的经济来源，断了他生活的依靠，我觉得他也不是个不好的人啊，只是由于这个母亲过世也好，从小成长经历好，走到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我们把环境变一变，给他一次机会，这是我的建议。谢谢。结婚的前提是能自立。
期望和幻想了。那个时候他在外面会出什么事儿？而你记着啊，人闲来无事，必生非。他既然拒绝用正常生活内容，比如说陪娃背儿歌呀，然后比如说接送孩子上下学、出去工作呀，他拒绝用这些内容填满生活，他就早晚会出别的事儿，这是个趋势。所以不妨现在带娃先回娘家一段时间，然后你仔细考虑一下，自己玩没玩够。既然你已经结婚了，既然你已经跟你的妻子有了一个宝宝，接下来你的生活应该用有趣的事填满呢，还是应该用有意义的事儿填满？我不知道我这措辞的区别，我讲明白了吗？明白。有意思的事儿不一定有意义，有意义的事儿肯定很辛苦，好吗？家庭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幸福。意味着幸福，还是意味着你需要为这个幸福去做一点什么事儿？你觉得和你形成一个家庭的是谁？是你父母，还是孩子、老婆？都有。你觉得你爸现在可怜吗？我觉得我妈不在了，我觉得她挺可怜的。那如果有一天你老婆走了，你觉得你可怜吗？可怜。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啊，没有什么关系是永久的。父母和我们的关系不是永久的，因为父母会先走。妻子和我们的关系也不是永久的，因为有一天他不爱你了，他也可以走。孩子跟你的关系也不是永久的，因为孩子他可以承认你是他爹，也可以承认你不是他爹。而对于你来说，所有的一切的关系是看你付出多少，所有一切的关系而不是写在纸上的，不是血缘所定义的。你付出的多了，关系又存在；你没有付出，关系又不存在。我很温和的来跟你说，我是希望跟你交流一下，因为你今天站在这边，你一直在那边笑，我看得出啊，这种笑其实是一种对抗。前面老师说的话，其实你一句都没听进去。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人要工作？工作是为了对抗虚无。什么是虚无？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意义，这就是虚无。工作是为了让我们去对抗这个东西的。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觉得什么事都没有意义，你都不知道这一天怎么到来的，但突然之间，所有的虚无就把你整个人给吞没了。你待在家里面，你甚至可能连孩子你都懒得多去看他一眼，只是按部就班的把你要做到的几个动作给做完了，然后剩下所有的生活都是浑浑噩噩的，像行尸走肉的一样去度过。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错？你说你喜欢什么东西，但是你为你喜欢的东西去付出什么吗？你说你家庭是要幸福，你为了你的家庭幸福，你有流下汗水吗？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意义嘛。家里老人的过世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突然之间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陆姐，我能跟你聊一会儿吗？我说我跟我妈吵架了。我就跟他聊了一会儿，他和他妈很琐碎的事情吵架，然后聊到最后，他说我好想我爸。
不是孩子，这位孩子他爹，你得说话。我觉得你没说话难受吗？不也就过去了吗？憋一下过去了，这个生活就美好了。是非曲直就摆那儿都摆成那样了，老师那话都说成那样了，居然憋了。我觉得，你觉得啥呀？你觉得？赶紧干活去吧！你觉得？别出来啊！带着孩子就回家啊！谢谢两位，请回，谢谢你们。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包红兄预测一下，男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错了却不承认自己错，这就是这样的男人，肯定是男出女不出。男出女不出，千万别出来啊！一定要努力挣扎。你要是出来以后，你就变宿主了，他就真变寄生虫了。坚决别出来，努力挣扎到底。我觉得有可能双不出。啊，也有可能。来吧，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请开门。会不会双出，然后所有人高血压，然后毙在现场？这个我问一下，你出来算不算表个态？打算穿着保安制服去接去？算是表态是吧？啊，行。有什么跟你媳妇儿说的吗？我想说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好好的，我努力工作，找一份工作。谢谢你，加油吧，请回。我要是姑娘的爹妈看了这期节目，我就得把姑娘踏踏实实的拢回家里来。如果不给他这个男生做一些剧烈的方式的话，我觉得他改不了。来吧，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现在总是在控制我，通过各种方式来监视我。他总是喜欢标榜自己，还要拿这些来要求我。我真的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他安全感了。可他还是不知足。他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我已经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赵22岁，来自天津学生；女嘉宾小李24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谈了几年恋爱？1年多了。是异地是吧？对。咋认识的呀？我俩认识是在他毕业返校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很快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我也知道要异地了，然后很快我想就是作为男生嘛，作为一个表率，对吧？然后给他一个定心丸，带他见了我家长。见完之后没多久就异地了嘛，就是每天在学校给他报备啊这一系列的，就是逐渐我发现变本加厉的呢，就是越来越过分。给我手机，最后我才知道给我加了一个定位，他能24小时知道我在哪儿。那个根本就不是定位，那是手机上自带的一个查找。那你也是24小时知道我在哪儿。然后那次之后呢，就是有一次我去上课，刚到教室，他就给我一顿打电话，啊，那你到教室你为啥不给我发消息啊？我就很纳闷，我想他是怎么，我还没说话呢。然后当时我就哄他嘛，我说，哎呀，我怕你生气嘛，对吧？然后我想先把先哄他开心嘛。然后这就是骗我呀，对吧？他告诉我刚起床，结果他到教室了。所以他说的和他做的完全不一样呀。那你为什么装定位呢？那就是因为你说的不一样，所以我才装定位啊。那之前的时候有一次他来天津工作嘛，然后我在天津上学，那个时候就我们俩快300天纪念日了，然后我想给他准备个惊喜，把我一群朋友叫着，我想布这个场景嘛，他们也在这出谋划策，为了我俩好嘛。那一天呢，确实也是没怎么给他发消息，我就跟他说，我说今天有事比较忙，我们正布置呢，直接一顿敲门，你快出来，怎么样？然后我就知道是他，我就开门去了嘛。开门之后，
进来之后，每个屋一顿找，就跟做了我对不起他的事儿一样。你都没说全，我当时来天津是为了他才来这边，结果那一天消失了1天。那我是为啥？我给你布置场景啊，对吧？我跟你说了我在忙啊，然后他就通过定位给我一顿找，找完之后惊喜也没有了，我朋友们都很尴尬在这边看着，这样我就感觉每天有一双眼睛在监视着我一样，对吧？我觉得报备是正常，是分享日常，但是你要说一些太过分的什么，你要是10秒、20秒不接我的视频，那我就要跟你吵架，我就得生气了。那你就是在外边有什么特殊情况了？完全根本就不是他说的这样。就我俩刚在一起之前啊，他给我立人设，说他自己是一个纯情小奶狗，没谈过恋爱，说我是他初恋。结果在一起后，我看他手机聊天记录，我发现跟我聊的和跟别的异性聊的完全不一样。那今天我也把那个聊天记录带来了，你看，这个是他跟别人聊天记录。那天看电影的女生怎么样了？哪个呀？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对吧？然后还得是你，你还有第2个呀？啊，没有，还是他。这油嘴滑舌的聊天记录就，不是跟谁在聊啊？就是跟别的异性。那不是在一起之前吗？但是你跟我说你没谈过对象呀？这是没有谈啊，我约去吃饭，对吧？然后去逛逛商场溜达一圈，我也没有谈恋爱呀。那坏笑的表情啊，你看这是跟我聊天记录，然后他有时候啊，就是经常会用他的行为，就是说的话来压制我的行为。就有时候我工作，我跟同事去吃个饭，他都不让我去吃，他就跟我说啊，我自己没搞过对象，你是我的初恋。然后我呢会给你满满的安全感，但是你跟异性在一起呢，我就会吃醋，会害羞啊，会跟女生，他跟女生聊天害羞，我跟异性他会吃醋，所以让我感觉到就是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就要维护好这段感情的前提下，就是不应该跟异性有任何的关系，哪怕是加个微信，哪怕是我们同事聚餐，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的微信里面的男性好友少之又少，男同事我都要跟他报备，然后有时候给你报备完了以后，你是怎么回应我的？啊，你今天加可以没问题，我理解你，我理解你当时的这个感受，你们都同事没关系。结果到家以后跟我说，那我跟你在一起，我都没有加我的学妹，哎呀，我真的就是我想维护好我们的感情，我怕你会多想。这不就精神压制我吗？但是你自己却没有做到呀。我没有精神压制你啊，这些都是我跟你说的正常的。那你为什么觉得这是精神压迫呢？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到你所说的呀，你没有做到。那都是之前的事情。那我们在一起之后，我是不是该报备跟你报备？对，是报备了。前2天不是天津下大雪吗？然后跟我说啊，我就跟室友去打雪仗，结果我就翻到学校的公众号视频上，你正和女生打雪仗。那到了操场之后，我不能说这边是男生，这边是女生，对吧？那我不能说这边人家来了之后，那你不能跟我们一起玩，那你多扫兴啊！你不是跟女生害羞吗？那和你说的完全立不住啊！那玩的时候我也没有单独跟女生去打雪仗，还是跟我舍友我们一起啊，对吧？说到单独，我又想起来，前段时间我约着去看演唱会，就是相当于一个定情信物吧。就我们俩一直当时要去，但是因为票的原因没有去成。这个事情在我心里，我就觉得属于我们俩专属的纪念的记忆吧。然后我就发现他跟女生单独去看，座位都是在一起的。那一次的时候是什么？是我姐买的呀，对吧？团购一起还便宜一点。我想就是在群里边问，然后就有人回复了，就直接去了。见面之后我才知道是个女生，我也跟你说了，对吧？跟你说完之后，然后你就单独去呢？前提是我不知道啊。就反正他说的话，我就一点都不相信。就是我们就是公司，我当时入职了都已经快小半年了，然后当时我要团建，都是他跟我说。我担心你，我害怕失去你，我真的就不希望别人影响我们的感情，我真的就是两边为难。你总是就是让我感觉到，如果我去参加了，我就有点背叛你的意思。我想可能也是有时候是我想多了，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好像并不是。怎么不是？我跟你之前说的，我说我有仪式感，对吧？你说300天我给你准备了，对吧？但是准备了一个小惊喜，但是也搅黄了呀。你太厉害了，他准备的啥小惊喜？我俩在一起1年了，给我准备的最佳女友的奖杯，然后小玩偶娃娃，那玩偶还没我巴掌大呢。要不就是你路边买什么东西送的，真的就很敷衍、很敷衍的礼物。我跟你在一起以后就没有收到过一个正式的礼物，就你跟我说谈恋爱要从一束花开始。但是你这一束花就是都是等到我跟他提了好多次，他才那我给你买束花，给你买个小蛋糕。给我立的人设就是没谈过恋爱，那我怎么看你那个淘宝购物清单啊，自己的衣服少之又少，买的都是那精美的口红套盒。那是给我姐买的呀，对吧？就是
我在小时候他特别照顾我，对吧？然后我零花钱少，他就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就觉得现在大了之后，现在我也上学了，我手里面有一些零钱了。逢年过节，我说你喜欢什么？我说那个送你个礼物，他就直接把链接说我喜欢这个，对吧？但是你每次都什么啊？你猜吧，我喜欢什么？那我又不是你肚子里蛔虫，那我怎么能知道是什么呀？你姐姐我也不知道啊。你姐姐也是女生啊，你送一样的呀。你买一样的给我呀。送一样的多没有新意。我想我送你的礼物都是我精心挑选的，这爱也不是复制，不是粘贴呀，对吧？不是买一样的就是爱呀。那你说你没有衣服穿，那哪次是我问你了你要什么我才给你买的吗？就是很多都是小细节啊。那你每次买完之后，我有抱怨什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吗？你买了之后我就说啊很好，我很喜欢，对吧？那我还不也是穿了，对吧？就真的，我就觉得这段恋爱就是让我很心累。就他总是跟我说，我们要就是珍惜彼此，相遇很难。然后你知道最搞笑的就是他经常在就他们班放一些我们俩恩爱的视频，让我感觉到，他是真心喜欢我，然后很专一，又带我见父母了，就是这一系列的让我觉得。好像，就是我是不是我多想了？就是你多想了。那你说我把我们的照片、视频，我给我班上那么多同学去看，我说你看我们这是去哪儿？我还跟他们说，我说我们怎么样的，对吧？那我把你就是公之于众了，我也没有把你藏起来。那为什么你公之于众之后还会跟异性再单独去聊天呢？那我去聊天也是对接我学校里面的工作跟任务啊。哎呀，你们今天干嘛呀？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对我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让您来劝一劝他，让他信我一点。我不想现在这样，我受不了了，真的啊，受不了就走啊。那我觉得就是我想跟他好好谈啊。女生来干嘛呀？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嘛，就是我也不清楚我们俩谈过恋爱吗？谈过。你觉得他爱你吗？很照顾我。我问你，你觉得他爱你吗？你们俩不是还异地吗？他怎么照顾你啊？那就是不爱嘛。是吧？我看今天这个编导还专门来跟我说，今天我们就主要就是要鉴定一下，说是一个什么清纯的男生，还是一个油滑的什么什么，啊，这有什么好鉴定的？无需鉴定啊！你现在还爱他吗？爱就好好相爱不就完了吗？哪那么多事儿啊？我现在就问你吧，你找出来你怎么办呢？就那房间里就有一个女孩，你怎么办？那口红就不是给她姐买的，给别的女生买的，你坐实了就是送给莎娜的，这事儿你怎么办？可能就会离开吧，那就离开就好了呀。你现在他不在你身边，是不是他不在你眼里的时候你就很慌张？这就说明恋爱有问题了呀。不需要证明他是个什么呀，不需要证明啊。就是一个男人，你连这一点东西最基本的都没有，你还谈什么恋爱啊，姑娘？确实是初恋吗？啊，之前我是没有，就是这么正式的去谈过恋爱。哎，这话不对啊，是初恋吗？是，啊，是，啊，但是你谈过恋爱对吧？只是没有那么正式对吧？之前也不算谈，别虚伪，还没有在一起，别虚伪，就是还没有在一起。所以你对初恋的标准是什么呀？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看感觉的人嘛。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是，我问你啊，那就是说，实际你也谈过很多段了，只是这个有感觉是吧？我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也没有。所以你别绕啊，姑娘现在就烦你再绕啊，你不正面回答问题啊，是吧，姑娘？回答我，这是不是你初恋？是，确定吗？确定。那接着问吧，在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女生追你啊？有。心动没心动啊？没有，被我拒绝了。有的时候查岗查得烦的时候，心里烦不烦？想不想跟他分手？就是烦我。觉得确实是有烦，但是我没有想过跟他去分手，因为我你姐比你大几岁？大5岁。你姐比你大5岁，你姐谈过恋爱吗？谈过。你看过你姐谈恋爱吗？你跟你姐关系那么好，送那些东西，你不知道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所以人家讨厌你嘛。行吧，那我今天跟你说嘛，以前也撩拨过很多女生嘛，但是现在可能人家想在你这儿稳定嘛，你接受还是不接受嘛？如果给我全部说的实话，我接受。就实话，就是这个实话了，接不接受？接受。在跟你谈恋爱期间，如果不是你看得紧的话，他可能心已经游移了嘛，因为他跟别的女生单独看过演唱会嘛。接不接受嘛？这事儿他错了嘛？接不接受嘛？所以俩没底线尊严的人谈什么恋爱啊？要什么自尊呢？别人要是给我这24小时的给我定位，对不起，你有多远有走多远，我再爱你我也受不了这事儿。
见父母的目的是啥呀？我觉得让他觉得我更加珍惜他，让他就是不是见父母为什么就更加珍惜了呢？这是什么逻辑？就是我家里面人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啊。啊，那咋了呢？就是我从来没有就正常的家庭关系比较好的孩子谈个恋爱，跟父母说一声，这不代表什么呀？我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女孩回家说。你都没谈过恋爱，你怎么带嘛？所以你又说走嘴了嘛？就是我主要是想把她带回家嘛，主要想把她带回家。对呀，你没带别人嘛，不代表你没谈过恋爱嘛。谎言就是这样被击穿的嘛，小子。为什么你认为带她去见父母是一个最高规格呢？不是你就这么认为的，是因为你以前谈的那些恋爱的女生，你没有带回家，你是有参照系和比照系的嘛？这不要撒谎嘛，人家要求就是你坦诚，又高又帅，不就喜欢这个吗？你喜欢，现在都喜欢，现在女生只要但凡这种就特别喜欢，像曲老师这种，你看，真是风向标，只要有个子，长得又瘦，是不是就喜欢他这样？高高帅帅的，还有啥好吗？未见得。你喜欢，别的女生也喜欢，对吧？所以竞争比较激烈，是吧？对。所以你今天把实话跟人说了，就完了，没人追究。你现在喜不喜欢他吗？喜欢他。好，从今天重新开始嘛。你现在在四川吗？现在有时候在天津工作，因为我的工作比较流动性，做主持的，然后就是哪边有活动来哪边。行吧，来，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如果恋爱最后变成了侦探和反侦探，说明你们的这种方式是不对的。不要谈爱与不爱，只要走在一起，曾经一定有过心动，现在还没有分开，也一定有不舍。但是相处的模式能决定你们走的有多远。假如说，男生送给的那个什么口红啊，比如说像山丹老师啊，打比方，刚主任说了，你会怎么办呢？你说的是可能会分手，为什么还要加上可能2个字呢？这就说明你的问题了。如果人家都给女孩送礼物了，就一定不是可能了，是必须要分手了，对不对？对。那你此刻流眼泪想表达什么呢？太累了。结果。太累了，你不愿意接受那个结果，你甚至知道也没有什么结果，但是你不愿意去面对，所以你对于分开前面就永远加上可能2字儿，甚至你觉得我如果经常能监控他，知道他干什么，在那一刻好像他还是属于我的，但是你不知道下一秒他是不是你的了。只要有1秒没看到，你心里就是慌的，看到1秒你就觉得好像还存在，上瘾呐。才1年的恋爱谈成这个样子，从结果上从状态上来说这就是错的嘛。男生呢，的确我们看起来都很帅气，但是为什么这么一个帅气的男生还要靠谎言去谈恋爱呢？有什么就是什么呗，我即使有过前任又能怎么样呢？这一任就是他了，前任翻过去了，那咱就不能谈一个光明磊落的恋爱吗？你的自卑又源于哪儿呢？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说了太多以后，就是我怕他会觉得啊你怎么这样啊，然后就你怕麻烦，怕他找你的茬，但是你这个怕你能躲得过去吗？你有没有发现，你因为怕一时的麻烦，最后惹到这儿来了更麻烦。如果一开始有什么就是什么，不掩饰，可能那一刻他不高兴，那几天他就过去了，他还是我的。谈几次恋爱怎么了呢？但是你掩盖谈恋爱，这个就有问题。说给姐姐送东西，只要是能够给别人送东西，甭管是姐姐还是妹妹，那你就一定会给女朋友送东西，这个大家都能听得明白。所以骗来骗去把自己给伤了。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们的恋爱谈成这个样子，那就不要再谈了，就说明你们有缘无分。如果今天来到这儿，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先从自己开始做起，以后不查了。如果需要查才是你的，那不查可能是别人的，这样的就赶紧让他走，不要去解释了。从今以后是什么就是什么，从我做起，我有什么说什么。如果我觉得我的坦诚你能接受，咱们就在一起；不行也趁早分开，
好吧，2位。每一个女生都是福尔摩斯，但是如果一段恋情当中把一个女人变成了福尔摩斯，那这段恋情就没有必要继续了，你就去当你的侦探就好了，你还谈什么恋爱呀？就是一开始我并不查他，一开始我就是很相信他，但是就是他说的和他做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导致我如今变成这样的。也就是所谓他给你立的人设，你发现哎，你跟你自己描述的这个不是一个人，对，那我们转身走就好了嘛。如果当你发现他说的和他做的不一样，那就证明他有在欺骗你啊。当你发现你自己被欺骗一次的时候，你就要立刻标清自己的底线在哪里，我是不能被骗的那个人。如果你接受了他欺骗你这个行为，那么你再查他，你再找证据，你怎么着？你被伤害一次不够，你必须得刀子捅到你的心上才行，是吗？这不是找虐吗？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我多想了，还是事实是这样。所以你找这个证据的过程，你觉得你累吗？所以我觉得女孩在你这个年龄，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你的底线、你的原则非常的重要。就是你给我立的人设 OK， 我一开始是相信你的，没问题。但是当我发现你的行为与你的人设不符的时候，当我开始质疑的时候，那我立刻转身就走，我不在你的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了。你再浪费下去，最后你就把你自己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变成了一个爱怀疑、爱猜忌，然后最后你没有安全感，丧失自信。所以当发现这个男人不是你想要的那种类型，或者他有欺骗行为，就立刻走就好了，没有其他的。这个年纪真的应该谈一个让你很舒服，然后你也能享受其中，真正你喜欢的人的这样的一场恋爱。而不是把自己熬成一个福尔摩斯，然后还在要这个要那个，就把自己搞得特别廉价了，对吧？明白了。行，就这样。男生，你做过对不起这女孩的事儿吗？没有。你的那个微信上写着我不太会和女孩相处，我信了，因为赵川老师说咱俩是一类人嘛。对吧？我什么时候说你俩是一类人？刚才说的嘛，是一类人。这个话太熟了，你知道吗？我说高高帅帅是一类人。我告诉你，我是外形。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不太会和女孩相处。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不，你听他后面。是，对，是。他是说相处了那么多都没处下来，所以不会相处，是这意思吧？的确，有了一定外表、身高优势的男生啊，会面临很多女孩异性的一种示好，不太会相处。的核心是不太能把控自己，你自己心里喜欢的是这个女朋友，对吧？但是你无法拒绝和其他的女孩保持一定的边界感，你不够成熟，因为在你这个年龄，你是充满着对很多未知的好奇的，但你心里又想拥有一个专一的、优秀的，并且值得憧憬的这么一个女生一起走下去，你很纠结。所以你要怎么办？你要用技巧去套路这个女生，你仿佛是在说以身作则啊！你说了很多点，我怎么好，我怎么好，你就得像我一样。就比如说，你就不应该啊，去团建啊！你看我为你做到了什么，对不对？比如说，你给他一定仪式感，300天的仪式感也好，还是见父母仪式感也好，你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或者说你觉得这就现阶段我能够拿出来的足够的诚意。可是任何技巧在感情里面，一旦遇到对方的感受，任何技巧都不好使，不堪一击。因为你真真假假的这些事情，在一个全身心为你付出的女生的心里是有感觉的，不仅要看你怎么说，更是要看你怎么去做。我相信你说那些话的时候，你是带有诚意的，但是遇到但凡一点诱惑的时候，你就把持不住自己，你很无力，你很慌张，所以把自己试图打造成一个不真实的自己。但这一切我不认为是你对这个女生没有感情，只是你对自己不够有自信。你的确和一些女生边界感不够强，但这并不认为说你对你的女朋友没有真情，只是不够成熟。所以男生这段路都得要走的，你就必须得遇到一个特别决绝的，不被你的技巧所打动的那个女生，才能教育你说，哦，对待一份真情，自己是要付出的。当有一天你自己真的去做到的时候，那会儿你遇到的
是真爱，就这样。就是为了燕子把所有的花花草草全烧了嘛？不仅烧了啊，我都不带看那些长得好看的女生了。哦，你跟他真是一类人，我跟你讲，一模一样，人家说的话都一样，我的天！说点真话就这么不能听吗？不能听，能听。徐总特别能共情，你知道吗？你坐在这儿，我觉得你最共情的一次了，已经是，完全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哎呀，我告诉你，这个姑娘，顾老师以后不会是和你的一辈子的，你未来还会找一个腿更长的，我就找了个腿更长的，是不是？顾老师是不是没有这种经验？是不是？我没有，你看我这腿短的。我没有，我是觉得，第一，你的焦虑；第二，你的虚伪，都来自于你们强烈内耗之后的外显。这是现在年轻人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的内心有太剧烈的精神内耗，而这种过于剧烈的精神内耗，你执着于一点之后，就产生了大量的焦虑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生活里面有很多支撑？你把你生活里面的就大量的精神内耗宣泄到不同的支撑里面去之后，你的焦虑水平就会降下来。至于你也是，你的价值是什么？你找不到你的价值，小伙子，你失去了对于自我的一个评判标准，所以你才开始演这种东西，你才会有那么多的虚伪，不断的去加强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人设。但是你在我们这些人眼里面，你就看上去很虚伪。就好像是一个总是穿大人鞋的一个小孩演大人一样，演到最后你自己都相信了，我相信你自己都相信了。但事实呢？事实就在于你的内心对于自己的不足，是没有东西可以支撑你的。你到底是谁？别人为什么要喜欢你？除了你长得高一点之外，难道就靠这个外表一张皮囊，有几个人喜欢你，然后你再站在这个世界上面，面对这些所有的姑娘，然后你就能沾沾自喜吗？你内心有很大的空虚，这种巨大的空虚感，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才会有这一系列动作。出去找点事儿干，去找自己在社会上的价值，找自己在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里面的价值，这个东西才是你未来真正需要的事情。就这样。坦诚吧，真诚吧，结局你们自己看。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觉得吧，就是听完各位老师讲的以后，就是确实我内心也想了好多。之前确实不应该说去，跟你说那些有的没的，去立那些人设吧。确实我是想好好去跟你去谈一段恋爱，我想把你去领回家怎么样的，然后我们一起去有未来，然后这样呢，我想就是，可能我说的我太完美一点，然后你就会觉得我真好，离不开我，这是我的想法。但是现在听老师说，确实好像也不是这样的。就像一个谎言说出来，可能要更多的谎言去给它圆过来，也是一样，就好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所以说，这段时间我也有一直在好好的去想，就是想能够让你更加信任我，你们还是好好的。我再考虑一下。你说他是不会谈恋爱，还是太会谈了呢？谢谢两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预测一下吧。分手的机会大，不过他们分手会很困难，所以今天预测双出。我怎么觉得女生不会出来了呢？男生出，女生不出。我觉得双出没问题。就双出啊，这样还得演啊，还得演。来，请开门。别跳场，好了，别跳场。来，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年轻恋人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别哭了，别哭。来，请亮灯。
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们，来来来，请回，请。只要认真去爱啊，其实他们就会幸福，祝他们幸福吧。是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同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